卢拉访华，狂抢美国生意。中美关税战，巴西正在成为第三方最大的赢家之一。在中美关税战中，当印度对美国妥协投降的时候，巴西却旗帜鲜明地站队中国，反对美国关税霸凌。为什么巴西如此亲华？中美关税战给巴西带来了怎样的红利？这是卢拉带领巴西第二次打响脱贫攻坚战了。为什么是第二次呢？因为巴西在中间堕落了10年，在亲美派掌权后，短短10年时间，巴西就被折腾得重返贫困，超过30%的人口连饭都吃不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原本退休了的卢拉被迫再次出山，重登巴西总统之位。卢拉一上来，迅速改变国策，放弃亲美，转而亲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亲中至少给巴西带来了3大红利。首先，工业输出红利。巴西是一个农业大国，工业相对薄弱，像汽车呀、电子、纺织这些工业都谈不上先进。但扩大与中国合作以后，中国车企就批量进入巴西，让巴西成为了整个拉美地区的汽车工业中心。像奇瑞，早在2014年就建成了巴西圣保罗工厂，到2017年，奇瑞又翻新了这座工厂，加速了巴西汽车工业的电动化转型。紧接着，比亚迪在巴西投资45亿，一次性建设了3座汽车厂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汽车工业综合体，直接为巴西创造了1万个就业岗位。比亚迪工厂建成以后，巴西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拉美最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。比亚迪的巴西工厂不只是瞄准了巴西本地，还能输出到阿根廷、智利、秘鲁、委内瑞拉、哥伦比亚等地。长城汽车也正在建设巴西工厂，预计今年年中投产。通过引入中国车企，巴西的新能源产业加速转型，正在取得巨大成功。另外，富士康巴西工厂也开始组装苹果手机 ，OPPO 巴西工厂也全面投产了。卢拉抓住机会，让巴西承接了中国工业的产能输出。其次，农矿产品替代红利。在中美关税战期间，为了反击美国霸凌，中国也基本切断了对美国的农矿产品进口。巴西不是一个油气特别丰富的国家，但巴西的煤炭、铁矿、铜矿等异常丰富。另外，巴西还是全球第2大粮食出口国，它能大规模地取代美国玉米、大豆、牛肉等农产品，成为中国的海外超级粮仓。特朗普的对华关税战，亲手把美国的在华粮食生意拱手送给了巴西。最后是人民币的出海红利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人民币已经超越欧元，成为了巴西的第2大储备货币。为什么？因为巴西欠了很多美元债。按美元收割的逻辑，就是在你还不起债的时候，逼迫你资产打折，开放市场，再让美国资本抄底，收购你的核心资产。但在巴西最危险的时刻，中国及时伸出援手，帮巴西度过了美元危机。它的具体操作很简单，就是巴西先找中国借100亿美元，把这100亿美元还给美国，清偿对美债务，然后呢，再把这笔美元债转换成对华的人民币贷款，这就变成了巴西欠中国人民币贷款了。那怎么清偿中国债务呢？拿玉米、拿大豆、拿铁矿、铜矿以及煤炭等等慢慢还。这波操作搞完，巴西避免了被美元割韭菜，中国呢也把手里的美元外汇转变成了人民币贷款，输出给了巴西，同时获得了巴西市场，再引入巴西农矿产品。唯一的输家就是美国了，不但割不到韭菜，还让美元回流，推高了自己的通胀。当中巴贸易规模越来越大，巴西手里的人民币储备越来越多，巴西获得了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大客户。中国也以巴西为跳板，撬开了整个拉美地区的大市场。中巴合作互利共赢，就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。巴西的第2次脱贫攻坚战也基本就打开局面了。但这一次卢拉访华还有一个重大的使命，他要引入中国基建，打造两洋铁路，彻底绕过巴拿马运河，为巴西崛起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。什么是两洋铁路呢？就是从前海港出发，翻越安第斯山脉，连通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巴西3国，直通里约热内卢，横跨整个南美洲，把太平洋与大西洋连接起来，这就能绕过巴拿马运河，中国商品通过前海港就能畅通无阻地输出南美了。这是一个世纪大工程，它全长超过5000公里，总投资超过800亿美元。如若搞定，那么将是中国在海外修建的最长铁路，堪比美国的太平洋铁路。这是一条国运级的铁路，比柬埔寨德崇富南运河、中亚的中吉乌铁路战略意义更大，因为它要实现的是把整个南美洲的铁路主干网全部连通起来，北通委内瑞拉、哥伦比亚，南接阿根廷、智利，东西贯穿秘鲁、巴西。一旦这条铁路建成，南美洲就再也不是美国的后院了，而是中国的超级粮仓、矿产基地、食品输出市场。